第10课，建立长期防护机制，拥抱自由人生。你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识破情绪勒索，知道该如何应对，甚至能勇敢地对某些勒索情境说不。但是，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我已经拒绝过1次，但对方还是会一直来，每次都要应对，真的好累。情绪勒索并不会因为1次的拒绝就从此消失。如果我们没有建立长期的防护机制，还是会反复掉进勒索的陷阱，甚至重新被控制。这一刻，我们要学习如何把不再被情绪勒索变成一种长久的生活模式，让你不再只是短暂的挣脱，而是从此真正拥抱自由人生。1、如何持续练习不被情绪勒索。1、养成界限感，让拒绝变成自然。界限感是抵御情绪勒索的第1道防线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座城堡，而界限就是城墙。如果没有城墙，任何人都能随意进来占领你的领地，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建立界限的关键，清楚定义自己的底线。什么事情是你绝对无法接受的？提前设想应对方式。如果有人用“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会”来勒索你，你要如何回应？不因为害怕冲突而让步。真正的界限不是让别人开心，而是让自己不后悔。玉芬的妈妈总是用情绪勒索来要求她：“我生你养你这么辛苦，你现在连一点时间都不肯陪我。”以前的玉芬总是立刻妥协，因为她觉得妈妈说的没错，但这让她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。后来她开始练习不带内疚感的设立界限。有一天妈妈又说：“你要是不来，我一个人好可怜。”玉芬这次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说：“妈，我很爱你，但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约下周一起吃饭，好吗？”妈妈一开始不满意，但玉芬没有因为妈妈的不开心而改变决定，结果妈妈后来竟然真的愿意配合了。坚持界限不等于不爱对方，而是让对方学会尊重你。2、用很温和但坚定的方式沟通。很多人以为对抗情绪勒索就等于大声说不，但事实上，用平静、温和但坚定的语气更能让对方接受。范例：勒索者：“如果你不帮我，代表你根本不在乎我。”回应：“我很在乎你，但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，希望你能理解。”勒索者：“你这样拒绝我，太自私了。”回应：“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失望，但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。”温和的语气能降低对方的防御心，让情绪勒索变得无效。你的态度影响对方的回应，平静但坚定，才能真正建立长期的防护机制。2、与重要的人建立健康的沟通模式。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会用情绪勒索来与你互动，例如你的家人、伴侣或工作伙伴。
与其每次都在应对，不如改变你们之间的沟通模式，让对方逐渐放弃勒索你。一，换一种方式回应，改变对方的习惯。当你发现对方开始用情绪勒索时，不要立刻掉进对话陷阱，而是改变话题方向。范例：妈妈，你要是不来看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你，妈，最近有什么电视剧好看？我们下次一起看。伴侣：如果你不听我的，那就表示你根本不爱我。你：我很爱你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做自己。不直接对抗情绪勒索，而是把对话拉回正常的沟通模式。二，让对方知道有更健康的方式可以表达需求。有些人会使用情绪勒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。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希望他们怎么表达。范例：情绪勒索：如果你不陪我，我就去死。健康表达：我最近有点低落，真的希望你能陪陪我。情绪勒索：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一定会很伤心。健康表达：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帮忙，但如果不行，我也尊重你的决定。当你不断用健康的方式回应，对方也会渐渐学会用更成熟的方式与你相处。当你不再回应情绪勒索，对方会开始改变。三，不只是保护自己，也帮助他人远离情绪勒索。当你开始摆脱情绪勒索，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仍然深陷其中。你可以成为那个改变的力量，帮助他们也走出来。一，提醒朋友，让他们意识到情绪勒索的存在。很多人习惯了被勒索，甚至不觉得这有问题。你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提醒他们。你有发现吗？每次你拒绝的时候，他总是让你内疚。你真的有义务一直答应他的要求吗？有时候一句提醒就能让别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。二，用自身经验让更多人学会如何应对。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告诉别人，我以前也是这样，但后来学会了如何应对，真的变轻松了。当你开始影响别人，你不只是保护自己，而是改变整个环境。结语：拥抱自由人生，真正活出自己。摆脱情绪勒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而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建设。但当你开始建立防护机制，学会温和坚定的回应，你会发现你不再因为别人的情绪而焦虑，你能自在做决定，而不再内疚。你能与人建立更健康、更尊重彼此的关系。真正的自由不是远离所有人，而是在关系中仍然能做自己。现在，请问你准备好从今天开始真正告别情绪勒索，拥抱自由人生了吗？